来一个。你不抽啊？我也抽，我也抽。有一个祖传的一个鱼，上到哪去了？啊。这都有年份。和田资料，资料，对，和田资料，得是清代的老爷子，清代，漂亮，坠子，坠子，那都攥在手里了。这个您卖多少钱呢？500。500啊？太合适了，啊，太合适了。是500吗？500我不能要。多少人要？这个我这么跟你说啊，老爷子，你可能现在不明白行情了。这个我能给您2000。2000。500你不要了，你要2000了。对，我得给你2000，我不能骗您。您高寿啊今年？43。真好。不愧是大户人家，那时候就有好东西。你讲话实在。是，我看看身上有多少钱啊？这是1000，您点一下。2000可以是吧？2000可以。啊，可以，我就拿走了。要不然他们又说我骗老年人了。您点一下，这是2000。好。你点一下。这盒子都有年份了。这是你要你拿去。这个我就要了。盒子都有年份。对，2000对。对是吧？500不要2000，你实在。对于老板什么的，我压价了。对于像您这么大年纪了，这种祖传的宝贝，可遇不可求啊，非常漂亮。不瞒您说，老爷子，这种新的现在也不便宜，别说老的了。别的您还有要卖的吗？卖一个就卖一个。哦，就卖一个给我。哦，其余的暂时不卖。暂时不卖。到我手上3代了。哦，3代了。这样，到时候老爷子有想出的再跟我联系哈。好。那我走了，再见。其实他一拿出这个盒子来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再看一下这盒子上这种包浆，还有毛笋呀，红木的一个盒子，非常漂亮啊。咱讲这块玉啊，这个玉坠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其实从宋代就有了，那时候玉坠啊，这种东西不一定是挂在脖子上的，有的时候人们是佩戴到腰上的啊，也有可能就攥在手里的。玉啊，在古代啊，从这种神话，再到这种作为政治啊，或者是作为这种身份的一种象征啊，或者一种图腾啊，一直始终贯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啊，到目前为止大概得可以追溯的8000多年以前了。所以说啊，这玉坠呢，给予人们很好的寓意。你比如说这一个是一个玉桃形式的，桃啊代表寿啊，而且呢给人一种安全感。咱们都说君子如玉，温润如玉啊，攥到手里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我们现在叫什么呢？古代叫坠子，现在叫什么？手把件啊，就是这样。那么和田玉呢，分籽料和山料啊。籽料一般都是随形就大体这个样子，稍作加工。一般山料的话都是大块的，再去加工啊。
这个东西应该是清代的，因为料质比较好啊。从乾隆20多年开始啊，我们才打通这种西域我们这个新疆的这种玉的运输那时候才命名的新疆明代的玉器的话，相对来说还会差一些。其实我们明代的时候那个疆土要比清代少很多普及一个知识新疆就是那个时候来的。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给我点赞。非常的清香雅不雅？今天也附庸风雅一会儿那么咱们书归正传为什么说爱喝茶的人家或者会喝茶的人家出大官？这可不是天方夜谭这个是有据可查的。那么在南宋的时期有一位老者这个老者叫什么呢？叫沈安，就写了一本书，里边就详细的记载。那么这本古籍善本呢就在我手里然后呢也是应邀咱们西瓜视频出一期古籍守护人的一期节目我也今天就作为古籍守护者给大家讲一下那这是一个后期的一个木板刻印的一本古籍就完全是按照古版来的，也是非常难得说了这么多，大家好像云里雾里的。好，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就说南宋这个沈安老人爱茶具如命。那么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之所在。就说呢，在我们宋代的时候呢，喝茶要12件茶具，每一件茶具这个沈安老人都赋予了他拟人化，赋予了他官职。那么咱就看一下具体这12件东西是什么呢？可能放到现在大家非常的陌生。第一件是韦红炉韦红炉，你看嘛，红炉其实谐音烘炉烘焙用的把它放到这一个苇字边的一个器具里边进行烘烤，这样的话茶叶就会干爽，所以叫韦红炉，姓韦，官职是红炉这个红炉是个什么官呢是管什么呢管外交的一个官，它正好属于外围嘛，喝茶的外围那么第二件是什么呢？木袋制你看吗？给人感觉好像是不是舀水的，其实不是这是相当于我们蒜臼子，你知道吗？其实它都是木质的，把这个茶烘干了以后放到里面敲打一下，把它弄碎木袋制。那袋制是个什么官职呢相当于我们的智囊团或者顾问皇帝身边的人咱看第三个金法槽古代的法是这么写的，金肯定是金属的这是一件金属的，然后把刚才烘干碾碎的茶叶末再放到这里面进行碾碎法槽日本有好多还延续我们的旧制其实它就属于司法部门的就像我们法制部门的人金法槽实力碾压这些不道德的分子然后咱再看下一个石转运这个一看就明白了。刚才这个法槽碾压完了还不行，再放到一个小石磨里，继续把它粉末，把这个茶叶再粉碎转运是什么相当于我们的交通部门的这种官职再下一个胡员外员外嘛，我们一听是不是肯定是脑满肠肥，大肚圆圆土豪，肚子里没啥墨水看这就是员外，其实就是一个葫芦瓢舀东西用的员外大家应该知道那么下一个罗枢密一听罗是不是那就是罗我们筛东西的东西，就是说把这个茶叶末呢再舀到这里边进行筛选，继续把这个茶叶细化。那个枢密是什么？古代有枢密院枢密院里的这种高职人员他的权力不次于宰相，所以也是非常厉害的。下一个宗从事这个更好理解，一看这不扫床的刷子吗？那时候是你看前面那一套弄完了以后，是不是需要扫一扫宗字做的，谐音宗，从事。那从事是个什么官大家知道和珅身边那个刘全吧大体是这么一类人物再一个七雕秘阁，一听这秘阁那这就是皇家藏书的地方你比如说编纂四库全书什么，这都是大人物其实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展托别烫着手七雕秘阁它是漆制的那我这里有一件漆雕的东西这样更形象，看见了吗？雕漆，只是我这是个瓶，它这是个盏就是这么个意思接着下一个陶宝文你听宝文那也是这个属于皇家的宝文阁呀什么什么什么都属于这个文人的一种职称。其实它就是陶器汤提点，刚才我喝茶了，我提的那个就是汤提点，其实它是一把壶
啊，古代叫柱子呀啊。但是呢，它不是直接把茶叶放到里边，它只是把滚烫的水放到里边，直接冲茶的啊，叫汤提点呀啊。大家理会一下，大宋清刑官知道吧？啊，这个也属于就是法制部门啊，法务人员啊，汤提点啊，给你很高的温度啊，压你啊。那么再下一个竹副诗啊，竹副诗啊，竹子做成的啊，其实它是一个就是这个形状的啊一个东西，干什么的呢？啊，它是咱们泡上抹茶以后啊，它放到啊，宋代兴抹茶嘛，就是喝的茶叶沫，就是刚才我泡的这个高碎啊，茶赋诗，一听这赋诗是不是啊？赴汤蹈火，就这么个意思啊。丝织坊啊，一看什么是个丝巾，那它相当于什么呢？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茶巾啊。那它的职位是什么呢？织坊就是古代啊，是绘制地图啊，看我们国家版图的啊，不能我国领土啊不容任何外邦的侵犯啊，丝织坊。那么这就介绍完了我们啊12件，12个大官，12个人物啊，这就是我们南宋时期沈安老人写的《茶具图赞》。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通过我的讲解啊，可见我们古人那时候对于茶道啊，对于茶是非常非常的讲究，非常非常的雅致。在探究古人啊古籍的同时，其实我们更能理解啊我们古人的文化。那么自18大以来啊，我们习大大就提出了文化自信，文化强则国强啊。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唯一一个5000年文化没有断档的国家啊。我们中国为什么从未被战胜？这就是我们文化强大的原因。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给我点赞，谢谢大家。